你在中国生活多久了？你打算来中国吗？经常有人问我，你爱中国吗？我会马上说，当然，我很爱中国。然后他继续问，那中国有没有什么让你受不了的事情？那我要想一想，因为还真的有不少。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和你们聊聊，在中国生活我最受不了的5件事。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 Stella，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在这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在中国有5件事我受不了，这不是抱怨，也不是批评。就像你谈恋爱，你很爱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你也可能受不了他睡觉打呼噜，或者你受不了他总是不洗袜子。爱一个人，爱一个地方，也包括接受他的不完美。我在中国出生长大，在中国生活了很久，我真的很喜欢这里。但是就像所有的文化一样，中国也有一些让我不习惯、不适应，甚至受不了的地方。不仅是我，很多我的外国朋友，甚至是中国朋友也受不了。如果你正在学习中文，或者你打算来中国旅游、工作，这个视频的内容一定会对你有帮助。我们要聊的不仅是生活的小事，还有背后的文化差异。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第一件事我必须得说，室内抽烟。室内和抽烟，在你的国家，这2个词能放在一起吗？我想在大部分的国家这是不太可能的。比如在欧洲，在日本，室内是绝对禁烟的，甚至在日本的室外，你都不能随便抽烟，你必须要到专门的吸烟区。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严格的规定，因为我很讨厌烟的味道。虽然我自己不抽烟，但是如果身边有人在抽烟的话，烟还是会从我的鼻子进入到我的身体。对于我来说，这是二手烟，我没有选择，二手烟对身体也是有害的。在中国情况有点复杂，虽然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很多小城市或者大城市的小角落，室内抽烟还是非常常见。我记得上个月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我找了一家咖啡店，一边喝咖啡一边工作，环境很好，咖啡也不错，背景音乐也很符合我的品味，阳光不大不小，正好，所有的东西都很完美。我当时真的觉得，哇，生活好幸福。而且那天我的工作效率也非常高，但是突然我闻到有人抽烟。一开始我以为是外面的人在抽烟，但很快我发现旁边桌子的人开始抽烟了，而且不仅是1个人哦，是2个人。很快整个空间都有烟的味道。那一瞬间，我刚刚的幸福感突然就消失了。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说什么，因为在中国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对方可能也没有不好的意思，只是因为他们习惯这样做了，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最后我只能收拾电脑，换一家餐厅，但是第2家咖啡厅还是一样的情况，还是有人抽烟，我真的很失望。所以这件事让我有点受不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没有选择，我不能选择。别人可以选择抽烟，但是我不能选择不呼吸呀。
当然，这几年中国也在慢慢改变，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严格室内禁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因为公共空间应该属于所有人，而不是只属于一小部分人。公共空间应该让所有人都感觉到舒服，而不只是让一小部分人感觉到舒服。刚刚说的是我闻到的受不了，就是你走进一个空间，一呼吸就马上能感受到的受不了。但除了这些，还有一种让我受不了，就是我看到的受不了，就是社交媒体上的完美男神和完美女神。在中国，如果你打开社交媒体，比如小红书、朋友圈或者短视频平台，你会看到很多非常完美的脸，皮肤非常白，非常光滑，脸非常小，眼睛非常大，鼻子非常高。有时候我会觉得，哇，这些人太漂亮了吧！我甚至会有一点焦虑，有一点嫉妒，觉得为什么人人都这么好看？为什么我这么的不精致，这么普通？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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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完美的脸在线上存在，但是在线下，不一定存在，因为大家都会 P 图。关于 P 图，我们之前已经在这个视频里聊过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看一看有关 P 图文化的主题。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 P 图的人，因为我觉得真实比完美更重要。我更希望别人可以看到真实的我，即使我不完美，但是至少他们可以看到真实的我。那希望他们也可以接受这样真实的我。但是即使我不 P 图，我的朋友会 P 图。那很多人 P 图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很多压力。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和我的舍友一起玩，我们会经常一起吃饭，也会拍很多合照。每次拍完照片啊，我都非常开心，我想马上发朋友圈。朋友圈记录那一天的生活。对我来说，朋友圈就是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我有3个舍友。每次我说我们选一张照片发在朋友圈吧，他们就会说等一下，我要 P 图。然后第一个舍友开始 P 图，他 P 完之后，第2个舍友会说等一下，我也要 P。然后第2个舍友开始 P 图，等他 P 完之后，第3个舍友又会说等一下，我也要 P。这个过程通常要1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等他们全部 P 完之后，他们才会告诉我 Stella， 你现在可以发了。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想发了，因为我觉得快乐的瞬间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快乐了，我只觉得哇，好麻烦。对我来说，发朋友圈本来是一件非常轻松、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这个过程让我压力非常大，好像这张照片必须要完美才能发。慢慢的，我就不想发朋友圈了。我可能朋友圈还是会发我自己的照片，我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很少发合照了，尤其是和喜欢 P 图的朋友的合照。因为如果要发他们的照片的话，我真的不想 P 图，太费时间了，我觉得是浪费时间。所以这种文化让我有一点受不了。当然，P 图不是中国才有的文化，其实在很多国家大家都会 P 图。比如在 Instagram 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哇，完美的身材，非常精致的脸，非常漂亮的生活。但我们不知道这些照片背后，这些人真的这么完美吗？他们真的这么快乐吗？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一种焦虑。我们会觉得别人好像比我更漂亮，比我更成功，比我更快乐。然后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所以我觉得不要太相信网络上的完美，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照片只是一个瞬间，不是全部的生活。对我来说，真实一点反而更轻松。我们真实的难过，真实的痛苦，真实的犯错，真实的去超市买 coupon， 这些都是我们真实可爱的生活。刚刚说的是我们闻到的和看到的，但在中国还有一种让我受不了的，是和自然有关的，那就是自然的地方收费，你要买门票。我非常喜欢大自然，我喜欢爬山，我喜欢看湖、看海，喜欢走在森林里，也喜欢可能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看风景，吹吹风，我就会感觉很幸福。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自然的地方我需要买门票，比如你想去一座山，你要买门票；你想去一个湖，你要买门票。甚至有时候你只是想看一看自然风景，你都需要先去售票处 ticket office。 我记得有2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和朋友约好，我们要一起徒步。在北京有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里面有很多山，也有很多自然的路线，非常适合徒步。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去看一看自然，走一走，随便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们早上出发，心情非常轻松，也很期待那一天。但是到了入口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公园，这个山，我们需要买门票。我们也有一点惊讶，但是我们还是买了。然后我们进去之后，我慢慢发现这个地方和我想象的非常不一样。因为景点收门票，所以在公园里面也有很多的商业项目。比如刚走进去不久，就会有人问我，你要不要坐观光车？然后我再走一段，又会有人问我，你要不要买水？你要不要买纪念品？甚至还有一些娱乐项目，比如小火车，还有摩天轮、过山车等等，各种需要付费的体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种感觉和我们一开始的心情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只想看自然，想安静的走一走，完全不想接触很多商业的东西，也不想被一直打扰。但是如果一个自然景点开始收门票，它里面就很容易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会有很多商店、很多项目、很多消费的机会。慢慢的你会感觉你不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而是在一个被设计好的景区里。当然，这些商业项目对很多游客来说可能是方便的，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对我来说，我更希望自然就是自然，它不需要任何的人工的安排，也不需要太多消费的提醒。所以当自然景点越来越商业化的时候，我会非常受不了。不是因为门票本身，而是因为门票后面经常会带来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所以这是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第3个受不了的地方，不是因为门票贵，而是因为我希望大自然可以更自由一点。我还有一个非常离谱的例子，因为我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我都在北京，北京没有海，但是我非常喜欢海。所以有一天我就和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去北京旁边的一个城市去看海。那个城市有海，虽然不大，但是有海。但是如果我们想看海，我们也要买门票。我当时真的
理解不了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海那么大，海那么大，你总可以看到海，为什么看海还要收门票呢？但是后来我去参观了一下，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海岸线都用墙锁了起来，很难相信吧？他们把海岸线都用墙锁了起来。如果我想看海，我只能买票，然后我才能进去，然后我才能看海。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对自然太不好了，真的很离谱。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之后也能慢慢的改善吧。那刚刚说的这3个，如果你刚刚来中国，刚刚开始旅行、学习、工作、生活，你会很容易注意到这些。一个是闻得到的，一个是看得到的，一个是和自然相关的。但当你在中国生活久了，你会慢慢发现，还有一些变化不是来自环境，而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生活有一件事情我真的非常喜欢，那就是太方便了。中国真的非常方便，你想吃饭，你可以点外卖，而且外卖很快，差不多20-30分钟就到了。如果慢的话，差不多1个小时也到了，而且非常便宜。有时候一顿饭加外卖费，可能比你自己做饭还便宜。慢慢的，我发现我越来越不经常做饭了，因为点外卖真的太简单了。而且不仅是点外卖，还有出门也很方便，比如共享单车，你不用买车，不用锁车，你骑到哪里就停到哪里。对我来说，这真的很自由，而且真的很便宜。之前我在欧洲生活的时候，我觉得1-2公里很近，但在中国我会觉得啊，还有1-2公里，为什么要走路？骑共享单车就好了呀。所以现在有时候甚至只有800米，如果我很累，我也会选择骑共享单车。我真的越来越懒了，这个我受不了。以前我会走路去买东西，现在我直接点外卖。以前我会提前决定，提前做计划，现在我临时决定也没问题。慢慢的，我发现生活越来越轻松，但我也越来越依赖这种方便。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了，我还在努力中。然后慢慢的，我又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可以这么方便，而且为什么这么快又这么便宜？慢慢的，我意识到这种方便其实是有代价的。因为在中国，很多人的工作时间非常长，生活节奏非常快。我们用快换来了便利，但同时快也带来了压力。在中国，很多人的生活都主要是工作，工作是最重要的，生活反而成了其次。如果你刚来中国，你可能不会马上注意到这一点，但当你生活久了，你一定会慢慢感觉到中国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比如很多人早上8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时间，现实是很多人中午我没有时间好好吃饭，简单吃一点就马上继续工作。晚上很多人还要加班，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可能已经凌晨了，但是第2天还要正常上班。而且中国的假期其实并不多，假期本来就少，还有调休，所以很多人在1年的时间里，真正可以放松的时间其实很少。所以总的来说，这让我有一点不适应。对我来说，我真的想让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但在中国很多时候这2个东西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当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生活方便了很多，但是压力也多了很多。说到这里，我也想问问你，如果你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事情呢？这些让我受不了的事情，你受得了吗？还是和我一样，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当然，可能你觉得这些事情其实很好，你很喜欢。不管你受得了还是受不了，都欢迎你在评论里和我分享你在中国的发现和体验。我也很想听听你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今天一共聊了5件在中国生活让我有点受不了的事情。第一，室内抽烟；第二，P 图文化；第三，看自然要买门票；第四，太方便了让我变懒；第五，生活节奏太快。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也许你很喜欢这样的节奏，也许你觉得这些事情完全不是问题。虽然有些地方让我不适应，让我受不了，但这不代表我不爱中国。就像我们喜欢一个人一样，我们看到了他的优点，我们当然也会看到他的缺点，我们都会有一些不习惯、适应不了、受不了的地方，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他的感情。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方面，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中国。有方便，有压力，有热闹，也有复杂，有让我喜欢的，也有让我不太适应的。但正是这些矛盾，让中国变得更有意思。我相信你的国家也一定是这样，一定有你喜欢的地方，也一定有你不太习惯，甚至受不了的地方。所以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在你的国家有没有类似的事情，或者你在中国生活还有哪些发现。我们在之后的视频里也会继续聊一聊其他的我在中国还受不了的几件事。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希望你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的话，请你在评论区里回复这个表情包，告诉我你完成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视频的话，你可以给我一个 like， 一个 super thanks，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成为我的会员，这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谢谢你们的喜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